陶夭夭，今天是我跟白羽成婚的日子，你捣什么乱？之前跟萧郎大喜的日子，这不是被人打搅了吗？妹妹，谁是你妹妹？我可是萧郎第一任妻子。第一，你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吧？白羽，你来说。好啦好啦，不要吵了，你们都是深爱的妻子，不分大小，不分先后。不行！谁来救救我啊！萧大侠，出什么事了？我来的是不是不是时候？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萧白羽，你已中我教极阳之毒，除非有纯阴内力救治，否则你悬活不下去。念在你我一日夫妻的份上，我便给你个痛快。萧白羽，你要怪就怪你阻碍陶家大计。爹，天道罗盘上的字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向天道罗盘求来的批言。萧白羽日后必成我陶家心腹大患，天道罗盘从未出错。可是父亲，您曾说萧白莹体质特殊，无需55就能增长内力。父亲将她收养家中，令我以美色亲近于她，只为在今日将她储存的内力夺摄出来，以至于这些年您从不曾让她习武。他又怎会害我们陶家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为试探萧白羽的上限，已遣使上百余人为他灌注内力。现在他只需随便修炼一门功法，便能将这上百人的内力融回贯通。不是上百人，接近800年的功力，那他岂不是习武一日千里，随便一本基础功法就能让他天下无敌？天道罗盘的预言从未出错，此子绝不可留，杀！既然是极阳之毒，必须立刻救他。现如今唯一的解法，只有……可是，这要是传出去……我碧血山庄身为江湖第一宗门，自当以天下苍生为己任。如今他命悬一线，我怎可因男女之别而置人命于不顾？姑娘，你跟我……你莫要乱想，你身中极阳之毒，我救你，只是不忍你就此丧命。姑娘现身救我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不用不用，救人于危难之间，正是侠义中人该做的事。可姑娘贞洁一时，我担心你会遭人非议。糟了糟了，我是不是伤到他的心了？我不能因为我的牺牲让他感到内疚。有了，我的男人一定是问鼎武林的天下第一，所以今日之事你也不必挂患。天下第一，可我连武功都不会。你中毒竟然这么深！你要带我去哪儿？碧血山庄，带你找我爹。为这小子引渡疗伤的内力竟被吸得一干二净，难怪青兰治不了他的毒。在下萧玉白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你谢他就好，若不是他，你早冻死了。
你小子长得倒是一表人才，当我叶大飞的女婿也不亏。爹，你胡言乱语什么？女侠心仪之人必是天下第一，只可惜在下一点武功都不会。你以为天下第一这么好当啊？那万一天下第一是个女的，我叶家不绝图了。你也不是没机会。这是我碧血山庄的基础功法，慢慢练，我看好你。叶女侠，我萧白羽在此立誓，有朝一日我定会成为天下第一，成为配得上你的如意郎君。有恩必偿，想不到他还挺有责任心的嘛。萧某之命，全倚仗二位得以苟活，萧某无以为报，只愿以性命相托，常伴二位左右。倒也不必将性命托付给我们，你要实在过意不去，就先在山庄内做个杂役弟子，等你伤势好转，再正式拜入我门下，争取跟青兰再要个孩子。爹，我感觉不到他任何武道根基，即便是本门基础功法，也得修炼3年5载方可大成。你当真让他习武？这小子体质特殊，假以时日必成大器，而且你们命中有此一缘，说不定他能解开那本功法里暗藏的玄机。这秘籍当真有玄机？我就说祖师爷怎么会将一本基础功法视若瑰宝。这青铜鼎乃是您网罗天下至坚至刚之物打造而成，以您的实力，也只能浅浅留下一个掌印。唉，我的境界只能停留在此了，未来还是要靠你们年轻人了。奇怪，这本功法开篇不是要练10年吗？怎么我刚练一遍就会了？是我练错了吗？完了完了，闯祸了！原来这才是正确的秘籍。不会是在江湖上久负盛名的碧血山庄，一本基础功法偏如此空俗易懂，就连我这个废材都能一遍学会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怎么可能一天就能学成一本功法？青铜鼎化为一堆碎块。大师兄，此事千真万确。师父，此事是我亲眼所见。即便是在江湖上与我齐名的陶家家主陶白白来了，也不过是留下一个掌印而已。张路，你们两人去看一下。是。真的是青铜鼎。这是干什么？萧师弟，昨夜你可听到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吗？这就是师妹带回来的那个不会武功的小白脸。师妹，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有什么奇怪的声音？这小子半点武功不会，就是有人把刀架在他脖子上，他都醒不过来。我记得昨天这里好像有个鼎，怎么成这样了？那你还记不记得谁打碎的这个鼎？你跟庄主走后没多久，我就拿这个青铜鼎试了一下。你不会想说是你打碎的吧？这天下谁人不知，这青铜鼎只有咱们山庄的顶级功法乾坤挪移掌才能做到将其打碎。乾坤挪移掌，这不是昨晚刚学会的招式吗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师傅打碎的。师傅特意叫大师兄跟师姐来，也是想藉此来起诉你们。对，一定是这样，没错。青兰，说不定师傅也是有意撮合我们。昨晚爹爹是打了青铜鼎，可当时青铜鼎也只留下一个手印而已。你们说的乾坤挪移掌，我好像练会了。乾坤挪移掌乃是我碧血山庄无上功法，
放眼整个江湖，也是数一数二的顶级武学。顶级武学？可那不就是一本基础功法吗？你敢说我碧血山庄的顶级武学只是一本基础功法？你小子想死了是不是？萧师弟昨日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今日或许是累了才胡乱说话。我没胡说，我真的会。你说你会，好，就让我来试试你的乾坤挪移掌。哼！原来是叶青兰在帮他。师姐，你怎么能帮一个外人呢？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姓萧的，让女人帮你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跟我单挑啊！张璐是天骄榜排名前5的存在，在同辈中也少有打手，即便是我也只能勉强。师姐，你老偏袒这小子，该不会是被他这副小白脸给迷住了吧？咱们山庄谁人不知大师兄武艺高强，一表人才，他跟你才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啊！张璐，我们根本不可能，而且我心里已有在乎的人了。姓萧的，论武艺，你根本配不上叶青言。你要是个男人，我们就在生死擂上一较高下。生死擂？生死擂以生死论输赢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去。怎么怕了？你只敢躲在女人身后？怕了，就给爷爷磕3个响头，然后自绝经脉，滚出山庄。那就比。萧白羽，你明知这是他们的激将法，若我今日不站出这一步，来日又怎能成为天下第一？你又如何才能成为我的娘子呢？没想到我随口说的一句话，他竟还放在心上。一门归，山庄弟子展开生死擂，许得安顿后事，明日比访。我就让你的脑袋在你头上再待一天，享受最后的时间吧。这跟我昨夜练的没区别啊，总不可能被我一次就练会了吧？我果然不是希望。临时抱佛脚是打不过张璐的。青兰，你怎么？闲话少说，你快走吧，这里面有1000两银票，够你生活一段时间了。我想知道你白天说的那个人，是不是我？而且我心里已有在乎的人了。现在说这个没有意义。快走吧，被张璐看到你就走不了了。有意义？你打不过他，打不过也要打。我救你，就没想过要你为我负责。遇见你之前，我一直任人摆布，性命也掌握在别人手中，而你却在我生死关头舍身救我。你要是死张璐手中，难道我不会难过吗？那你希望我一辈子在他面前抬不起头？这枚丹药能短暂爆发你的实力，别死。对不起，青言，我只想凭自己的实力。萧白羽伤势初愈，你怎么任凭他们胡来？爹，那张璐实在是太过分了。罢了，这都是命。萧白羽虽然前途无可限量，但既上生死擂，我也不得出手干预。废物，你还真敢来啊！大丈夫有死而已。生死状已签。生死擂，现在是。叶叔，您活得可真够长的。陶夭夭，萧白羽，你没死。好啊，你跟他认识，就是你把他们引来的。你认识陶夭夭？我就是被他所伤，几乎病死。萧白羽身处毕竟山庄，难道他已经开始修炼功法了？若是如此，我今天带来的这些人又岂是他的对手？你个废物，半点武功不会，还到处惹是生非，害我山庄上下10余人性命。
萧白羽还不会武功。哼！你杀我山庄弟子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怎么可能？我50年的功力，竟然伤不到他分毫！不愧是唐门绝世天才，如此快的手法，即便是在江湖上成名50年的叶飞蛇也避无可逃。爹，庄主。叶叔，3大派掌门皆是我陶家的秘密武器，今日我一并带来，你死也能死得瞑目吧。陶夭夭，碧血山庄与陶家素无恩怨，为什么要将我们赶尽杀绝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碧血山庄与北域陶家在江湖齐名。乾坤挪移掌，乾坤挪移掌，那不是本基础功法吗？怎么可能会因为这本功法挑起祸事？难道这只是陶家覆灭碧血山庄的借口？你说的那本功法，碧血山庄早已失传。哎，秘籍什么的不重要，除掉你们对我很重要。魔女，杀了他们！我张禄脱离碧血山庄，为陶家当牛做马，在所不辞。哦，此话当真？你要脱离碧血山庄？张禄，你在说什么？张禄，老夫收留你时，你不过是个快要饿死的小乞丐。我把你当亲儿子看待，你竟卖主求荣！老匹夫，我早看你不顺眼了，你一直不肯将青兰嫁给我，还说什么把我当亲儿子求待。张禄，想入我陶家可以，你去把叶嫔妃的胳膊砍下来献给我，我就允许你做我身边的奴才。我这条命是庄主跟青兰给的，要死也是我死在他们前面。青兰，张禄，无耻之徒，你敢伤我父亲，我要你的命！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哼哼，老匹夫，黄泉路上我多给你烧点纸钱。张禄，我要杀了你！小姑娘，大小姐没让你动，就老老实实待着。算了，杀一个半死不活的人也没什么意思，杀了他，你就可以跟我回陶家了。是，不要伤害青兰，不要伤害我女儿。萧白衣，你怎么这么废物？青兰舍身救我，庄主收留我，而我什么都做不到。不，我还有我的这条命。要动他们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废物，那我就先杀了你。这真的是我的实力。萧白羽竟然有这么高深的内力。白羽，没想到最后救我们的人会是你。难不成萧白羽的功法已经练成了？大小姐，你别让这小子给蒙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昨夜我亲眼看到叶青兰给了他碧血神丹，这神丹服用后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内力。你是说萧白羽是吃了碧血丹才有的功力？不错，我这里也有一枚碧血丹，让我来收拾他。
萧白羽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什么。刚才那一击已经损耗了大半的药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哈哈哈，还在装蒜？你一个杂役弟子有什么本事，能一击震退3大派掌门？我不管你们是谁，但你们伤害青兰、叶庄主，就别想安然退去。萧白羽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黄口小儿，安敢在此嘤嘤作废？且看老夫的厉害！不用你出手，他萧白羽靠邪门歪道增长实力，以为能扭转乾坤，他错了。碧血丹，我也有。以张禄现在的实力，在场之人无人能敌。白羽，你快走，你现在不是他的对手。萧白羽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你与我的差距。张禄的实力已经达到隔空取物的地步，他对内力的掌控竟然已经有这么深了。刚才这一剑要杀在场的掌门绰绰有余，他怎么可能？萧白羽运气也太好了吧，竟能误打误撞接住这一剑。运气？你眼中的运气还真是廉价。对，一个杂役弟子，吃了药内力再高有什么用？根本不会任何功法招式。萧白羽，我不会再给你这种运气了。接下来就用我这双拳把你身上骨头全部砸断。萧白云，张禄这一击有开山裂石之力，如果硬接，你会筋骨尽断的。白羽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张禄怎么突然就死了？我也没看清发生了什么。于掌门可是外家拳顶天的存在，连你也看不出端倪。依我看，这个废物也是仗着丹药自以为是。这小子年纪轻轻，空有一身内力，无半点精潮招式可言。小子，让我来教教什么才是拳脚功夫。你小心了，青山掌门于苍水外家拳无人能敌，一手金钟罩无人能破防。萧白隐，于掌门铁拳无敌，这可不是你靠药力能应对得了。小子，别说我欺负晚辈，我便让你3招。若是你能伤到我一根头发，我就给你磕头认错。这人周身散发的气息果然非比寻常，便用1成功力先试探一下。乾坤挪移掌！爹，你说这个是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乾坤挪移掌失传多年，萧白云怎么可能学会的？会不会是那本藏在基础功法里的玄机，就是乾坤挪移掌？好，那也不可能在1天之内就学会这本顶级功法。死了，于苍水死了！赢了，爹，白羽他赢了！好小子，让这些人看看，我们碧血山庄的人不是任人宰割之辈。这怎么可能？
于苍水可是被我陶家扶持了30年，他修炼的都是顶级功法，用的都是最好的资源，怎么可能一招落败？害我担心一场，什么铁拳无敌，不过是夸夸其谈，不堪一击。陶夭夭，你还有什么手段？尽管使出来吧。臭小子能一击打败于苍水，你的实力我认可了，但靠吃药获得的实力，终归是邪魔夜道而已。吃药？我何时吃过药？还在装疯卖傻，能打败江湖上成名已久的于沧海，你不靠丹药，难道还能凭借自己的实力？萧白羽能打败于苍水，你的药力也几近失效了吧？我劝你乖乖投降，我说不定还能饶你一命。等我把你做成炉鼎，无时无刻夺取你的内力，武林第一非我莫属。你若不信我的实力，咱们一试便知。少年郎，大话可不是说说而已，你就算拳脚再强，也强不过我的暗器。这是唐不明的成名绝技四手拈花，曾传言有数百人去唐门寻仇，唐不明施展四手拈花，只一瞬间就夺走了数百人的性命，竟没留下一个活口。萧白羽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想活命就赶紧求饶。唐掌门的绝技，即便是我爹也要暂避锋芒。我说过了，你们伤我青兰，便是与我不共戴天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着英雄救美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做一对亡命鸳鸯。六手拈花不是四手吗？难道唐掌门的成名绝学又精进？小子，你竟能让我们看到这六手拈花的神技，你也是死得其所。爹，白云他在做什么？我若从这圈中踏出一步，便是我输。什么？他疯了吗？六手拈花可以在瞬间投掷出近1000枚内力化作的暗器，常人想躲都躲不开。你画地为牢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内力化作暗器，杀人于无形。青兰，我们活不成了。爹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原本我以为可以逃跑，换来你一线生机，可六手拈花根本让我们无所遁形。叶永飞，今日就是你碧血山庄灭亡之日。叶庄主，这种雕虫小技，我还是有信心化解的。化解？内力暗器，锋芒毕露，音爆破空，你怎么化解？小白羽，你快逃命吧！这世间也只有乾坤挪移掌才能将内力暗器化为无形。乾坤挪移掌，难怪姓唐的施展六手拈花时，我只觉内力热血奔腾。同样是内家武学，竟能相互感应，有了一较高下的念头。既想死，我就成全你！六手拈花，冲！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竟然一枚氮气都没有打中他，一枚都没打中。不是说此招只有失传的乾坤挪移掌才能破解吗？爹，刚才金光太过刺眼，我什么也没看清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难道萧白羽真的会乾坤挪移掌？你，难道你真的学会了？你结束了，就轮到我了。这唐不明竟然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已废你人生300处学位，
丹田内力阻而不发，你这辈子就别想施展你的成名绝技了。哈哈哈哈！要死，我也带上你们！不好！绝不能躲，躲了青兰必死无疑。就是死，我也要拉上垫背的！萧白羽，唐门暗器每一枚都沾染了足以致命的剧毒。你死定了！不行，我绝不会让他死。青兰，唐门的毒无药可解。别白费力气了，叶青兰，你想救他，不过是在自寻死路。唐门之毒毒入骨髓，中毒者五官扭曲，承受断筋拆骨之痛，最后化为一滩弄血，不复人性。青兰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我说了，你不许死。白羽，我一生从未遇到一个女人愿意牺牲自己名节乃至生命来救我，我是绝不会让你死的。若是有乾坤挪移掌，便可将毒素挪至右手处，顷刻便能将毒素排出体外。灵虚顶劲，气沉丹田，不偏不倚，忽隐忽现，时而异动，继而进动，方为乾坤尽意。出！萧白云，你死期将至，化为血水，念在你我夫妻一场，我就送你一程。白羽，我们来生再见。怎么可能会有人承受唐门之毒还能安然无恙？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萧白羽，你为什么没化成一滩血水？区区小毒，又如何能伤我分毫？区区小毒，若非有极强的内力，又怎么可能将毒素排出体室？你已连战3人，药力给予你的内力早该用尽了呀！事到如今，陶夭夭，你就认命吧。臭小子，这是你逼我的！是莫天刀的成名绝技赤血魔功，现在他的不仅功力大增，受伤还感觉不到任何痛楚，如同一条伤人的疯狗。既然感觉不到痛楚，那我便不戏弄你了。乾坤挪移掌，真的是乾坤挪移掌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陶夭夭，如今3大派掌门尽数败亡，轮到你了。
萧白羽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会放过我的，对吧？夫妻一场，大婚当夜你要杀我，若非我机敏，早已死在你的剑下。你有何面目向我求饶？陶夭夭，你陶家杀我碧血山庄弟子，这个仇老夫永生不会忘记。白羽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你要死了。白羽，药力终于失效了。叶永飞、叶青兰，今日你们走运，来日我陶家必会再次登门。这小子头一次动用了太多内力，昏厥过去，稍一休息便能清醒。爹，白羊他怎么了？这小子力挫3大派掌门，战见了上风，其内力深不可测，亘古没有。如此天降良婿，我定要留住他。他有生命危险，难活，但有救治之法。什么方法？你只需怎么会这样？这什么情况？我还没找陶家人算账呢，怎么全都死了？谣言起，神剑宗登门，来者不善。青兰，陶夭夭，你们陶家耍的什么把戏？救我！我告诉你真相。得罪了。你全身经脉受损，真气阻滞于丹田中，我这一指下去，可能身体会有些异样，你且忍住。萧白羽当真练会了武功，那我岂不是能借他之手找陶白白报仇了？如果那日我们就此成婚，想必也是个不错的结局。心神静气，好生休养，不要被别的事干扰心性。我陶家费尽心机将3大派掌门拉拢过来，你却将他们3人全部葬送在碧血山庄。爹，你当真要杀我？我是你的女儿啊！那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跟萧白羽一样，都是被我收养。你尚在襁褓时，我便看出你天资不错，可你爹娘不肯把你让给我，我就把他们都杀了。想知道他们怎么死的吗？他娘！我跟你们拼了！臭娘们，跟我来劲儿！你叫什么好呢？刚出生没多久，你爹娘就死了，不如就叫陶夭夭吧。依你所言，陶白白杀你爹娘，你跟陶白白有着血海深仇。杀我，屠杀碧血山庄的可都是你。我只是听命行事。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？陶白白武功高你数倍，你怎可在他手中活命？他点我穴道，欲要活埋，我自损经脉，冲破穴道才活了下来。那陶家尸体又是怎么回事？是陶白白杀的，他想用这种方法陷害碧血山庄。陷害碧血山庄？陶白白还不知萧白羽如今还活着，
若是能将萧白羽掌控在我的手中，想诬陷碧血山庄屠杀陶家，三大派掌门死在碧血山庄，陶白白何必多此一举？死的不过是小门小派的掌门，他们的死怎么可能比得过北域陶家被灭门？何解？北域陶家与碧血山庄在江湖上齐名，两者相互制约，绝不可能一家独大。陶家灭门，江湖人人自危。他们怕碧血山庄一家独大，可碧血山庄根基动摇，不复当初。谁知道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的小情人跟老丈人，估计这会儿已经被抓了吧？什么？他们没死，而且我知道他们在哪儿。他们在哪儿？你说出来。你杀我之事，我便既往不咎。萧郎，我们拜了堂，成了亲，我可是你的夫人，你怎么总想着你的小情人呢？陶瑶瑶，你在说什么疯话？我只是想将我们成婚那日未完成的婚礼补满。想知道叶青言的下落，你只能听我的。你说过，你能在武林群雄面前指证陶白白，还碧血山庄清白，自然不成问题。萧郎，神剑宗到访碧血山庄绝非偶然。神剑宗宗主陆长风也是陶白白一手扶持的。自前日起，他便广撒英雄帖，于聚义庄汇聚各路江湖好汉，共同处决叶氏妇女，为武林除害。处决？萧郎，你弄疼我了。瑶瑶，你要我做的事，我做到了。你快告诉我，聚义庄到底在哪里？你可要想好了，聚义庄里可都在江湖上有名有姓之辈，你就算再强，也不可能打得过一群人。废话少说，你只管带路。萧白羽，我肯定会带你去聚义庄救你的小情人的。你若不去，我又怎么能将陶白白给逼出来？若是白羽在这里，我们何惧这些跳梁小吵？萧白羽纵然武功奇高，可他面对的是整个武林，他怎么可能打得过？进来。诸位，碧血山庄屠杀陶家此事已传遍江湖，我神剑宗素来不参与江湖纷争，但叶老贼所做之时，实在是天理难容。天理难容，天理难容！今日，我便要为江湖主持公道。若非我重伤在身，又被尔等下毒所害，我岂能被尔等鼠辈所擒？还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讲江湖道义，一群道貌岸然之徒。你屠杀陶家上下70余人，对付你这种奸诈歹毒之徒，自然得使些手段。陆长风，你说我屠杀陶家满门，拿出证据来！证据，在场谁人不知？仅凭这一点，你就能确定是我碧血山庄做的？就凭这一点，而且不光陶家被灭门，江湖上三大派掌门都死在碧血山庄上，这一点你可否认？若非你从中领头，三大派掌门也不会死在碧血山庄。萧郎，我也只是奉命行事。三大派掌门是在陶家授意下攻打碧血山庄的，我们只是自卫，我们才是受害者。你们不分是非黑白，还有公道吗？三大派掌门同时死在碧血山庄，确实有蹊跷。若是碧血山庄下手，哪怕叶永飞再强，1对3，胜算几乎为0啊！难道真的是陶家指示的？笑话！陶家在江湖中久负盛名，岂能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青兰，不必多言。
我就是看不惯他们露出一副道貌岸然伪君子的模样。好，既然你想要证据，我就给你们证据。诸位英雄好汉，我是陶家唯一幸存下来的人，就是这对恶徒妇女偷袭我北域陶家，害我家主惨死，我家大小姐被他们生生活埋，他们不死，天理难容！天理难容！天理难容！放屁！放他娘的狗屁！叶龙飞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叶龙飞，证据就摆在你面前，你还不认？枉你还是一代宗师，自甘下贱！老妖婆，我不许你辱我爹爹！你若此时出手，便是与整个武林为敌，便是与天下为敌又如何？你武功高，这小小的聚义庄你自然是来去自如，但是叶龙飞呢？叶青兰呢？他们身受重伤，你顾得了自己，顾得了他们吗？你真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吗？江子琼，你好歹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剑客，为难一个小辈算什么？有本事你把我解开！好，那咱们以江湖人的方式了结此事。诸位，这些都是碧血山庄的秘籍，陆某亦为江湖主持公道，不敢独享这些秘籍。武林贼首叶龙飞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若是有哪位英雄能伤他分毫，便是大功一桩，神剑宗便将脚下的秘籍送他一本。若是能杀了他，那这些秘籍尽数归他。你们卑鄙！明知道我爹重伤未愈，还想用车轮战！叶龙飞，你莫不是怕了？叶某何曾言怕？给他解开铁链。你们有谁要上，尽管来吧。叶老贼，我便来领教你的高招。叶某是受伤了，但也非任人宰割之谱。小心！陆长风，你用暗器伤我爹爹，你卑鄙无耻！哼，有谁看到了？一群小人，我岂能再忍？你莫要拦我！你冷静些。你看那里，他是……如我所料不错，他就是陶白白。你如何确定？我在陶家生活20年，深知此人秉性。陶白白一手策划此事，那他必然要亲眼见证他的计谋成功。我拿下陶白白，你上去直接将真相告知所有人。叶青兰，你跟我抢男人，我倒要叫你父女二人多吃点苦头。你别急嘛，陶白白狡猾多端，万一他准备了退路，就此跑了，我就是有千张嘴也说不清啊。那你可有良策？多谢这位侠士出手相救。来者何人？竟敢在天下英雄面前闹事！天下英雄，鸡鸣狗盗之徒罢了。小子，你是何来历？竟敢在此口出狂言，怕是嫌命长了！快滚下去！我听着声音，这位义士年龄似乎不大。
陆某斗胆叫你一声小兄弟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是白羽，他赶来了。人言道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小兄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与在场诸位英雄作对吗？哼，贪得无厌的宵小之辈，也会以英雄自称。小子，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保人，叶氏妇女，不错。凭什么？凭我这双手。你可知这叶氏妇女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，人证都有了，你还能替他们翻供不成？这位少侠，叶某今日被这些宵小之辈栽赃诬陷，已是有口难辩。我不希望少侠为我身陷囹圄，只求少侠能将小女救出，带她远离江湖。这股内力竟如此熟悉，是萧白羽。你真以为你能走了不成？他明明只出了一剑，怎么能将旗杆斩成7段？侠士多加小心，这是婆娘这赖以成名七杀剑法，看似一剑，实则剑招中饱含内劲剑气，中剑者无不身受重伤。那我今日就来讨教一二。就凭你，还配与我动手？年轻后生，在场的各位哪位不是你的前辈？他们动动手指就能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的捏死你。诸位，若是有人能拿下这个毛头小子，刚才这招剑法我便传授给他。能学到七杀剑的一招，足以在江湖上立足了啊！何止，学了这招，就等于是抱上了神剑宗的大腿，以后在江湖上大可横着走啊！5打1，这便是所谓的正道人士吗？你执意要保这个江湖败类，足以说明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跟你这种人，何必讲江湖道义？我来助你。叶庄主，你先在一旁休息，且看我如何取胜。还有谁？小心！我这一剑少说40年的功力，这后生怎可能有这种实力？这人什么来历？陆夫人竟然都不是对手。若不是你出言提醒这小贼，我夫人也不会受此重伤。白羽，白瑶，你没事吧？白瑶，萧白云，他没死。萧白羽的出现果然令你慌了神啊，我的好爹爹。没死，那你接得住我第2剑？叶老贼，你找死！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白羽，不要再妄动真气了。区区小伤，不碍事。
你经脉受损，妄动真气会死的。倘若我保护不了我心爱的女人，活着与死无异。白羽，你好好疗伤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别人伤你分毫。想取我碧血山庄妇女的寿级，有本事就来啊！啊，这小子受伤了。大家快上，杀了他们，为武林除害！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青兰，你救我一时，我便护你一世。白羽，你别逞强了，再胡乱动用内力，你会经脉寸断，成为废人。白羽，要动我萧白羽的女人，没有资格。小子，你敢要与整个武林为敌吗？便是与天下人为敌又如何？有种的尽管起身，与我来战！这小子的功力怎么高？太邪门了吧！怕什么？咱们人多，还怕他一个？自古以来，邪不压正，大伙儿跟我上！还有谁？怕什么？这小贼中我一剑，如今妄动内力，任他再强，也撑不了多久。白羽，别再打了，我跟爹爹都没有什么大碍，随时都可以逃走。一走了之，又如何向天下人证明你们的清白？想不到有一天你会落到我的手里吧？你当真以为如此？你的生死只在我一念之间，你还能有什么手段？你要为你父母报仇，早就杀了我，还不得动手，是另有打算。我当然要杀你，但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痛快。就凭你这点微末的功力，想杀我？我有萧白羽在身，在这天地间，谁人能敌？哼，你的底牌未必能撑得过今日。你方才说证明碧血山庄的清白，可有把握？如我所料不错，陶夭夭已经得手。陶夭夭，等过了眼前这关，我再跟你慢慢解释。杀了这贼子，不光碧血山庄的秘籍，神剑宗的秘籍也可与大家分享。此话当真？自然当真。小子，你既到我神剑宗捣乱，就别想着有命活。咱们在江湖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难不成都跌在这个小子手里了？杀了他！有头有脸，欺负2个晚辈，真亏你们说得出口。我呸！这小子与你们叶家妇女狼狈为奸，危害武林，屠灭陶家满门，实在是该死！碧血山庄从未攻入陶家半步，这一切都是陶白白的阴谋。哈哈哈，小子，陶白白生死未卜，陶家尸骸遍野，若非碧血山庄下手，总不能是陶白白自己动的手吧？看来不把他们制服，是听不进去人话了。别做无谓的解释了，安心受死吧。
这怎么可能？我剑法之快，当世无人能比，他居然这么轻易的就夹住了我的剑刃。小子，你究竟练的什么武功？我从未见过。白羽，不碍事。怎么回事？我身体里有数百道真气胡乱冲撞。萧白羽即便受伤，但他身负800年内力，对付他们怎可能会显现颓势？萧白羽身负800年内力不假，可这些内力都是由我为他引渡而来，数百人的内力，没有一丝内力是他自己的，他自然会被磅礴内力给反噬。当初既想吸收萧白羽的内力，就该想到你也会被反噬。放眼天下，只有我的独门内功吸星神功，才能将这一身内力化为一团。吸星神功，那个跟乾坤兽仪掌一样失传已久的顶级武学，我在陶家20年，竟不知你还有这般手段。萧白羽，救我！可有得手？这不是陶家千金吗？他还活着。陶家不是被碧血山庄屠灭满门了吗？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，碧血山庄从未干过灭门行径。爹，白羽，你怎么跟陶家的妖女混在一起？还是我来跟你们解释吧。主人，神剑宗在江湖上威望颇高，没想到还有这层关系。大家都不要被骗了，你们眼前这个人就是陶白白。果真是陶白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陶家主，我们为你主持公道，你竟然半天躲在暗处。老夫纵横江湖40余载，深知一个道理：人无利而不往。若非你们人人自危，若非碧血山庄秘籍相诱，你们也不会在这里主持公道吧？就是这个贼人诬陷碧血山庄，是他亲手杀害了陶家上下弟子，陶夭夭便是证人。没错，是我干的。陶白白，你简直丧尽天良！为了对付碧血山庄，竟然亲手毁了你一手建立的家业。小小的家业与成为天下第一又算得了什么？成为天下第一，你简直痴心妄想！痴心妄想！你可知我如今的实力？这是将别人内力化为己用的武学禁术——吸星神功。叶龙飞，倒是你见多识广，我一直以来把你当作最大的对手。若非碧血山庄势力壮大，我也不会做出灭门诬陷这一良策。如此说来，我们夏弟子可是因你而死，枉拒人命，栽赃陷害，戏弄天下英雄，竟然还恬不知耻地推卸责任。陶白白，你可是真是天下第一不要脸啊！你在天下人面前杀人，若没个交代，就别想安然离开。别想离开！眼下陶白白手段未出，还不知其目的，别贸然行事。离开！我原本想借你们之手除掉叶龙飞父女，但中途我改变主意了。鱼儿，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，还练就如此神功。若非你跟他们斗得两败俱伤，我还真不敢贸然现身。老贼，我险些命丧你手，今日又当众杀人，不除你，天理不容。雨儿，若非这些年我陶家为你抓捕各门各派的弟子，将其内力移动于你，你又怎可能有今天这份功力？老贼，别人不知，你当我不知？你已练成吸星神功，只待将白羽的内力吸收得一干二净。你们两个好歹也是我的养子养女，一口一个老贼，
叫得我好生心痛。也罢，既然我能给你们功夫，也能收回。今日你们所有人都会成为西星神功的养料，助我成为天下第一。这功力早已超出常人。陶白白，你是吸了多少人的内力？多少人早就数不清了。江湖上各大门派的内力均是我的养料。主人神功盖世，天下第一，指日可待。救我！谁来救救我！白羽，救我！白羽，救我！恭喜主人，功力再进一步。贺喜主人，稳坐天下第一。天下第一，待我收拾了眼前的黄口小儿再说吧。怎么回事？萧白羽的内力狂骨烁尽，没想到竟然会被陶白白压制。萧白羽的内力是由上百人的内力汇聚而成，太过杂乱，以致内力磅礴却不得适用之法。爹，白羽怕是撑不住太久。萧白羽，我来助你。别老贼，咱们的比试还没结束呢。若非老夫重伤未愈，你能活过今日？废话少说，肯剑！有心顾及别人，还不如担心自己。我劝你们好好待着，不要打扰主人的雅兴。我们打不过江子秋，别轻举妄动。你爹也不会有事，陆昌风只是在拖延时间。成败关键就在萧白羽能否取胜。白羽，你一定要赢。萧白羽，你以为你身兼数百人之内力就能与我抗衡了吗？我劝你乖乖放弃抵抗，成为我的炉鼎，为我源源不断的提供内力，我保你一生无忧。痴心妄想！果真是天生异武的体质，越战其内力越加精纯。隐约间竟将杂乱的内力慢慢汇聚交融，此子必成我心腹大患，他必须死。来得好快！西星神功！你怎么会西星神功？这门神功我可是瞒了所有人，就连陶夭夭都不知道，你不可能学会。什么神功亦无奥秘可言，只需看上一眼，便能知其原理罢了。我竟忘了，萧白羽习武一日千里，是天生异武之体，难怪白羽能在一日之内学会乾坤挪移掌，他竟有如此天赋。九霄龙吟惊天变，我陶白白的命绝不可能死在你的手里。赢了！陶白白，你杀我父母那日，可有想过今天？待我夫妻二人助你一臂之力，
定能将这小贼碎尸万段。主人与我夫妻二人有再造之恩，我与长风必当誓死追随主。你们可真是忠心呐！那好，我便将20年前的真相告知你们。主人，你20年，我为将神剑宗收为己用，可是下了好大一盘棋，将你夫妇二人逼入绝境，再现身相救。这20年，我很感激你们，不妨再报答一下老夫吧。小白羽，你受伤已久，又动用如此内力，经脉早已严重受损，而我功力又精进一步，你能奈我何？白羽，你的伤势……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已是强弩之末，若我所料不错，你的左臂再动用内力，只怕要废了吧？大可一试。青兰，放手！我要你亲眼看着你身边的人都死在你的眼前。叶庄主，不要！老东西，死到临头还要碍我的事，去死吧！小白云，我女儿就交给你了。白羽，白羽，刘大夫，白羽她怎么样了？你终于醒了。你是谁？我叫柳莹莹，别紧张，是陶小姐带你来找我医治的。我这儿清泉谷向来只医女子，还从未医过男子。若非她恳求，你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。你昏迷7天，你的2个女伴很是担心你。既然你醒了，我便叫他们来看看你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身体里感受不到一丝内力？你之前经脉受损，加之强行运功，如今真气凝滞于破损的经脉之中，自然感受不到一丝内力。那可有恢复功力的方法？方法是有，但是我身负血海深仇，我的救命恩人也命葬陶白白手下。若我不能恢复功力，又怎能向陶白白复仇？断骨接脉，若非如此，再无他法。真气凝滞，经脉破损，空有一身内力，却无法使出。断骨接脉，若非如此，再无他法。断骨接脉，不错，而且整个过程不能使用麻沸嗓，许得你引导真气走向，重新滋养经脉。万般痛楚全靠意念强撑，此程艰险，可想而知。你有几成把握？我建议你放弃这个念头。青兰，你醒了就好。对不起，我救不了叶庄主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陶白白，是他害死我爹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如今我内力已失，向陶白白复仇还需稍加时日。功力恢复，我原以为柳大夫能治好你，没想到竟然连他也束手无策。不，或许还有办法。夫君，你醒了。
青兰，你听我解释。跟他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问你，我们成没成亲？我们动没动房？你们洞房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叶青兰，我跟萧郎早在半月前就已经成亲了，是你一直在勾引萧郎。成亲是真，害人也是真。若非我舍身相救，白羽早就不在人世。你如今跟白羽纠缠不清，是何居心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害人那是陶白白指示，也并非我的本意。你倒好，居然插足我们的婚姻。我插足？你说我插足？萧郎，你来说。叶庄主为我而死，陶夭夭又与我成婚，她一身血仇自然也落在我的头上，只可恨我功力尽失，无法报仇。不错，而且整个过程不能使用麻沸嗓，许得你引导真气走向，重新滋养经脉，万般痛楚全靠意念强撑，此程艰险，可想而知。可是我必须恢复功力，绝不能让陶白白逍遥法外。不可能有人能清醒着撑过整个医治过程，医治稍有差错，便会命丧黄泉。我学医只为救人，若没有半成把握，我不会治的。我身上背负着太多期许，如若不试一下，又怎能对得起他们？你来了。我不是不想医你，我实在是没有把握。断骨接脉，从古至今都未有之。我若想恢复功力，只有柳神医您能够帮我了。你让我如何是好？神医是有什么顾虑吗？今日我便是在这儿温泉旁思索医治之法，确有收获。当真？你切莫高兴，此法也只有2成希望能治好你。你当真不怕死？不怕。你既不怕，那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柳神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可知清泉谷医女不医男，并非我的本愿。医者自当以天下人之病为己病，以天下人之痛为己痛。清泉谷采天地极阴之气汇聚于此，实不宜有男子长居，更不宜为男子医治。但此处温泉就如同太极中的黑白圆点，在这儿极阴之地，乃是唯一一处阳泉，用以平衡谷内阴阳。莫非我身为男子，只能在这泉中医治？既然极阴损阳，反过来讲，那这瑶泉倒不适宜女子久待。若要治你的病，在这阳泉之中不必断骨也可温养经脉，只是阴中有阳，阳中必有阴。难道说……你说的没错，你本为男儿阳身，在此泉中阳气过盛，须得借女子阴柔之气相辅佐治，才不会伤及你的身体。男女共浴泉水之中，你不可穿戴衣物，任何阻碍都会影响到你修复经脉，稍有不慎便会经脉俱断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。难道是要我们……即便如此，也只有2成机会可以把握。除了这2种方法，我再想不出任何方法了。恳请柳神医为白羽治病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莹莹，3年前你我一结金榜时，曾言荣辱与共。如今我已知晓陶白白杀我生身父母，又欲将我活埋，此仇不报，夭夭耻于立足在这天地之间。陶白白丧心病狂，危害我碧血山庄，不惜亲手毁灭一手建立的陶家。我爹也惨死在他的手下，若不将此人从江湖中除掉，恐这江湖永无宁日。我已知晓你们的心意，但我更在意萧公子对你们的情谊。毕竟我并非他的娘子，亦非他的情人。萧某也不愿以神医的清白之身换回自己一身的武功，断骨接脉也并非无稽之谈。
总有一线生机。其实莹莹心中早已做好打算。萧大侠与神剑宗血战陶白白的事迹，早已名动江湖。虽败，却给江湖人带来一线生机。如今陶白白广结为非作歹之徒，壮大势力，只为一统江湖，须得有像萧大侠这般实力、这般人品的人坐镇江湖，才不致在江湖中燃起血雨腥风。柳神医，您肯为白羽恢复功力？自古女子爱英雄，莹莹虽有一身医术，不过也是俗人一个，能为萧大侠治病疗伤，莹莹愿倾其所有。萧大侠，整个医治过程必须全程静气凝神，不可有半分杂念，稍有妄念，便会使你万劫不复。明白。此针术名为神仙金针渡，凡炼就真身者，必遭天地之灾厄，以正其身，去其杂，方可脱胎换骨。此节共9，针法亦为9针，针针皆剧痛。还有4针，你且忍住。9针一闭，能否修补经脉，贯通真气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莹莹，萧郎他怎么样了？不对，怎么不对了？自萧大侠9针刺身已有2个时辰，即便是江湖一流高手，也早就将体内真气运转全身1周归于丹田。为何他迟迟不见真气归于丹田的迹象？真气运转1周，萧郎的内力是以数百人内力集合而成，有着接近800年的内力。800年！不好，我计算有误。常人之躯重塑经脉本就难于登天，800年的内力，以萧大侠如今孱弱的经脉，根本承受不了如此庞大的真气。那该如何是好？为今之计，只有一法，便是以我们3人之力，分摊萧大侠体内庞大的真气，速速下水。萧白羽，你还要为我报仇，你不能出事。白羽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有效果了，我们的内力被吸走了。萧大侠真气回流，是他在无意识中保护自己，不必担心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若非你们3人，我萧白羽恐怕早已是一具尸体。你们放心，萧某在此立誓，绝不会让你们的心血付诸东流。九霄龙吟惊天变，萧氏遗孤撼乾坤。难道到天道罗盘的预言当真无法破解吗？我偏不信天命！恭喜宗主神功大成！萧白羽，你失踪的这几日，我早已吸尽江湖大半绝顶高手的内力，我身兼900年的内力，又岂会怕你？
诸位，我相信你们所有人已经听过我陶白白的手段。本座有心将各门各派以及原本散乱的江湖人聚拢起来，成为天下第一帮。我诚邀各位加入，与陶某共图大事。如今天下武林无一人是我陶某的对手，在我看来，整个武林亦是我囊中之物。你说你天下第一，我看未必。神剑宗一战，我等均知你陶白白亲手培养的青年才俊，可是差点让你颜面尽失啊！是啊，听说那青年实力高深，亘古未有啊。听说若非那青年身负重伤，如今你陶白白根本都活不成。一个毛头小子而已，不值得诸位担忧成这样。他早已不是我的对手，诸位大可放心。是不是对手，可不是由你一人说了算的。你既跑了，又何必回来送死？不回来，难道看你继续危害其他人吗？危害？你在路边踩死一只蚂蚁，会在意吗？依你所言，人民不过草芥而已，生死皆可由你一念定夺。他的功力又精进了。萧白羽，我绝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里。本事不大，闪得倒快。湘西四鬼何在？陶白白，这是你我之恩怨，又何必找人来替死？笑话！你以为以你的本事配让我动手？湘西四鬼可是我精心培养的弟子，我能给到你的，我也能给到别人。论实力，他们也绝不会比你差。那就来试试看。乖乖，这般气场，哪还是练武之人？这都快修仙了吧？若是有幸能看到顶尖高手对决，哪怕就是死在这里，也不枉此生了。你们既不动手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是在江湖上失传已久的乾坤挪移掌，100年来，我也只在失传的古籍中听闻此掌法的风采。今日一见，果然神武。乖乖，这哪是人待的地方？要活命赶紧跑吧！你们也只有这点本事。陶白白，你这亲手培养的人也不过如此。急什么？这可是我专门用来对付你的。萧白羽，你虽有一身功力，但既入这黯然销魂阵，即便是我也一时半会儿破解不了。这里是白羽，为什么不救我爹？你居然眼睁睁看着他被杀，你却无动于衷。萧白羽，枉我如此信任你，就连陶白白你都拿不下，废物！不是的，你们听我解释。萧白云，凭你就妄图阻止我？什么天道，什么预言？萧白羽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怎么会这样？你以为这点伎俩就能让我束手无策？从一开始你就想夺取我的内力，难道我会不知？湘西四鬼，
还不动手！这怎么可能？这黯然销魂阵，即便是我，也无法这么快逃脱出来。你是你，而我是我。这4人我都有传授吸星神功的秘法，他们同你一样深乎上百年的内力，你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能一击击杀他们？你说呀，你的功力到底精进到了什么地步？给我中！给我中！给我打中！只要打中1下就好，打中了，打中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倒啊，给我倒啊！我是天下第一，你不可能赢我的！我是天下第一！从你杀我，我逃出去的那天起，就应该想到今天的结局。我才是天下第一！